地狱之口大柱山隧道的开通，有效缓解我国马六甲海峡之困。交通是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，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，他们身处内陆，地势起伏多变，交通不便，经济也受到影响。云南是我国西南边陲，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沿，境内有横断山区和众多河流，在道路建设上多隧道。大柱山隧道被称为地狱之口，是大瑞铁路的一大难题，它的开通对我国西南铁路网的完善有重要意义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大瑞铁路。大瑞铁路沿接云南大理和瑞丽，它是国铁1级单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铁路，也是泛亚铁路西线以及中缅国际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该线路从大理站出发，经过漾濞县、永平县，进入保山市的龙阳区，接入保山站。出站后经过龙陵县，进入德宏景颇傣族自治州，经该市的芒市站进入遮放镇，最终经瑞丽市的畹町镇接入瑞丽站。大理位于云南中部偏西的位置，面积约29459平方公里，人口330.5万。大理是滇缅公路和滇藏公路的交汇地，是茶马古道和蜀山独道站的重要中转站，也是滇西中心城市。它位于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结合部，地形复杂多样，也因此拥有十分秀丽的自然风光。旅游景点有130多处，该市有11个重点产业，包括健康服务业、绿色制造业、商贸物流、文旅创意等。2022年的 GDP 约1699.6亿。瑞丽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下辖的县级市，位于云南西部，是傣族文化的发祥地，也是我国西南边境开放历史最早、开放基础好、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。该市面积944.75平方公里，是我国西南边陲的重要口岸城市，拥有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，也是我国重要的珠宝集散中心和优秀旅游城市。大瑞铁路分段建设，2008年6月大理至保山段开工，2022年7月22号开通运营，2015年12月1号保山至瑞丽段开工。大瑞铁路全长330公里，中途设27个车站，设计运营速度为每小时140公里。云南省是山地高原地形，其中1000至3500米中海拔区域面积占全省的87.21%。云南地形以沅江谷地和云岭山脉南段宽谷为界，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。以东是云贵高原的一部分，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，多山地丘陵，地势起伏较为和缓。以西地势险峻，高山峡谷相间分布，二者高差超过1000米。整体来看，云南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递减，其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延伸，海拔一般在3000至4000米左右。不仅有怒山、高黎贡山、横断山脉等众多高山，还有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三江并流，地形极为复杂。因此，在大瑞铁路的建设中，需要打通隧道、架设桥梁，仅保山至瑞丽段的桥梁比重就高达74.58%。在大瑞铁路的建设中，大柱山隧道是其难点之一。2. 大柱山隧道开通。大柱山隧道于2008年开工，全长14.5公里，2020年4月28号贯通。修建大柱山隧道时，最先遇到的就是地质问题。这条隧道地处横断山区，足足跨越了6条断层破碎带、3条褶皱以及5处岩溶地段。断层破碎带的出现，代表着岩体不具备连续性和完整性，它是由地层应力而导致的一段由破碎岩体组成的地段。在修建过程当中，破碎带来的存在会带来诸如岩爆、突泥等地质灾害，影响施工进程的同时，会危及施工人员的安全。为了应对这些突发灾难，在大柱山隧道的修建过程当中，首次发明并应用了孔内成像仪，通过在岩壁上钻洞，将摄像头探头插入洞内，实时显示出洞内的清晰影像，能提前发现洞内是否存在空层、断层、水路等异常情况。大柱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降水十分充沛，加之位于澜沧江畔，水系十分发达，破碎的地层使得水分十分容易渗透进山体，形成空腔和溶洞，因此建设过程当中极易出现透水问题。建设当中，大柱山隧道的单日最高涌水量为22万立方米，可以蓄满88个长50米的标准游泳池。为了排清这些水，先后建设了7座抽水站和56台大水泵接力。
除此以外，隧道内高地温段长期温度达40摄氏度左右，湿度85%以上。施工单位常年往隧道施工挖掘面运送冰块降温，每天每个挖掘面需要12吨冰块，施工人员每3个小时就轮换一次。施工人员处于字面意义上的水深火热中。3. 大瑞铁路建设的意义。从大的层面来看，大瑞铁路是中缅国际铁路的关键一环。建成后，云南作为西南边境，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将更加紧密，能极大地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，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。同时，大瑞铁路所在的中缅铁路是我国跳出马六甲困局的关键一步。马六甲海峡是我国的海上生命线，我国80%的石油以及50%的进出口货物都要经过这里，而扼守该海峡的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都与美国关系密切。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当下，一旦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，那么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。从民生方面来看，大瑞铁路通车之后，从大理到瑞丽的时间从6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左右，极大方便了沿线居民的交通出行。同时，大瑞铁路建成后，云南西部的交通运输格局将发生极大改变，滇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通火车的历史将彻底终结。